我是顾家唯一继承人，却是一个女人。所有人都说父亲为我选的3个童养夫才是真正继承人，可他们却从未看过我一眼。幼时，父亲把可怜兮兮的3人领到我面前，我欣喜自己终于有了3位玩伴，天天围在他们身边。我生怕他们会有寄人篱下的感觉，从不摆架子。陆潇喜欢画画，我便给父亲撒娇，为他找来顶级画师，用顾家名义举办画展，让他名气大涨。可他却把沾满颜料的画笔摔我身上。顾千金羞辱人的阵仗真奢华啊！我就算废了这双手都不会给你作画。程轩性子冷，医生说他有沟通情感障碍，但对电脑天赋极高。我让黑客叔叔亲自带他，重金把他送到全球网络大赛中崭露头角。可有人偷了母亲送我的遗物，我恳求程轩帮我查监控，程轩满眼厌恶。不过是个破项链，别人或许是为了生活迫不得已，大小姐何必咄咄逼人？唯独沈其年，他一直对我很好，可他的好很有疏离感。我总觉得有时候他很近又很远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曾救过我，是我埋在心底最想嫁的人。在深思熟虑后，我端着热好的牛奶去找他，想告诉他我的决定，可我却见他拉着司机女儿江思思去了后花园，我不由自主跟了上去。在我与他的专属秘密小花亭里，沈其年手捧钻戒，单膝跪在江思思面前，他脸上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和深情。我娶她只是报答顾家的养育之恩，在我心里，你是唯一的妻子。顾雪玲在你身上的欺辱霸凌，我会让她加倍奉还。但是现在还要忍一忍，等我成为顾家掌权人，就风风光光的让你做沈太太。至于顾雪玲，在她彻底为你赎完罪之后，我会送她出国，永远不让她出现在你面前。看着沈其年望向别人满眼爱意的样子，我落荒而逃。可刚跑到拐角，我就跟一堵人墙撞了个满怀，手中的热牛奶因为惯性洒了我满脸。顾大千金还真是狼狈啊！偷听别人的情话，要不要脸？陆萧俯下身，用手帕敷衍地擦拭我脸上的奶渍。顾小姐，在顾叔叔面前，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你可要想清楚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俩一直对我敌意很大。你们要是不想娶，我也不会逼你们，你们大可以跟我父亲说。我们3个就是顾氏寄人篱下的狗，有资格说不吗？陆萧狠狠捏住我的下巴。要不是你死去的妈生不出男孩，你爸怎么会收养我们？再说了，他白给我们送钱，我们凭什么不要？是你上嘎子犯贱，怎么还没点犯贱的觉悟呢？我吃痛挣扎，一把打开陆萧的手。陆萧，你别忘了是顾家收养的你，要不是齐年让我向我爸求情，你还在孤儿院被人欺辱。就是这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你们伪慈善收养我又怎样？我现在是知名画家，顾家还要沾我的光。陆萧用脚狠狠碾了下手帕。与其给我这种没人要的手帕，就算是你亲手绣的又如何？就你们这点小恩小惠，能让你们沾我的名气都是荣幸。顾千金，在顾叔叔面前你最好管住嘴，要是思思因为你的高妙受到一点伤害，我们谁都不会娶你。他们警告完，扬长而去。我狼狈地跪在地上，看着幼时亲手给他们绣的手帕被踩得满是脚印，心里一阵阵钝痛。当晚，父亲把我叫到书房，在场的3个人都警铃大作。沈其年警告地看了我一眼，我看着那3人表面期待，实则眼底都是憎恨、厌恶我的样子，心里满是悲凉和可笑。书房里，父亲看我沉默，以为我是害羞。我看你一直对沈其年格外关注，不如就选爸，好歹我也是顾家继承人，结婚自然要利益最大化，就选京城太子爷贺斐吧。至于那3个白眼狼，我一个都不要。书房静了一瞬，父亲对我的决定不置可否。京圈自然好，但是贺斐5年前车祸截瘫，不仅双腿残疾，还不能人道。你确定要嫁他？我态度很坚定。像我们这种阶级，本就没有真爱，既然都是利益为上，当然要选择利益最大的贺家。话是这样说，但我给你选的3位童养夫，你一个都没看上吗？我轻轻按着父亲的肩膀，看着桌上他和母亲的合影。父亲深爱母亲，可母亲却在生下我的那年突发脑溢血死亡。他接受不了再娶，却又不放心将顾家交在我手上，所以才从当年沈其年救我的孤儿院里收养了他们3个。不管我选了他们其中哪一个，都要跟我一起执掌公司，镇压其他董事。父亲很爱我，但骨子里认为女人撑不起偌大的顾氏，可凭什么让那3个白眼狼动顾氏的家业呢？我羡慕爸妈的爱情，可如果没有爱，那就要无尽的钱和权。他们3个既没钱又没权，更没背景，现在拥有的不过是顾氏提供，对我来说用处不大。父亲神色有些松动，深深叹了口气。可贺斐，贺斐虽然双腿残疾不能人道，但我可以通过取经试管的方式生下他的孩子。他也是贺家唯一继承人，
比起选择孤儿帮扶顾家，倒不如选择一个实力强劲的盟友。父亲沉默半晌，最终点了头。既然他们三个没本事留住你的心，那也没必要留在顾氏了。我深知父亲的性格，如果我说沈祈年不爱我，所以另选他人，父亲一定会让沈祈年跪在我的身前，质问他一个养子有什么资格拒绝。我从不愿父亲拿这些年的恩情绑架沈祈年，也不愿意强逼沈祈年娶我，更不愿意和他组成一对怨偶。更何况沈祈年心里已经有了真正爱的人，好聚好散已经是我最大的仁慈。父亲同我一起出书房，他们三人就站在门口，恭敬又乖巧，看不出一点单独对我时冷言冷语的模样。父亲斜眸瞥了眼他们，留下一声冷哼。沈祈年眉头微皱，点头哈腰送走父亲后，他不悦地看向我：你又打了什么小报告？他眼底满是厌恶和不耐。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旁边的程轩就嗤笑一声：不就是那些话，无外乎说我们三个人不带他玩，没宠着他。我说顾大小姐，大清都已经亡了，你还以为有几个臭钱就能当公主，让所有人围着你转吗？他们三人同仇敌忾，统一战线，用尖锐的语言刺痛我。我不想和他们纠缠，一把推开挡在面前的沈祈年。这是我家，麻烦让开。沈祈年脸色难看地拉住我。什么意思？威胁我们？是又怎样？既然在顾家不顺心，那不如放你们都离开，不是皆大欢喜。沈祈年深深叹了口气，语气软下来。好了，别闹了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你要选就选我也可以，只希望日后不要为难他们两个。我看着他勉为其难的样子，觉得可笑。我原本以为从小多了3个哥哥是一件很欢喜的事，可他们从最初和我相处的小心翼翼，甚至有些讨好，或许是我太过于珍惜他们的存在，他们越来越不在乎，甚至到现在的变本加厉。明明我是被父亲宠爱成明珠的宝，明明我才是顾氏继承人，他们三不过是衬托。既然养尊处优的日子过腻了，那就回到最开始烂在泥潭的样子。先不说选不选你，从你们进顾氏，我为难过你们，还选不选祈年另说。顾大小姐是忘了前2天才对顾叔叔说非祈年不嫁吗？沈祈年眼底掠过一丝得意，仿佛已经是顾家掌权者一般。牺牲我一个就够了，跟你说这个不是商量，是通知。我回到卧室，拿出小时候我们4人的合照，那时候明明不是这样的。他们在江思思出现后全变了，但也幸亏江思思，我才能看清他们的嘴脸。大小姐，我知道你和祈年哥要订婚了，这是我送你们的新婚礼。我掩下眼中的悲伤，冷冷看向他。是吗？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沈祈年向他求婚，我或许真以为他是来祝福我的。江思思自顾自地走进来，这是我为你们精心准备的礼物。礼盒里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水晶发卡，上面印着唯一的字样。江思思眼神里带着得意，她故意摩挲着唯一，像是在提醒我，大小姐和祈年哥青梅竹马，希望你们结婚后你可以善待祈年哥，他这些年不容易，就我们2个还要演，累不累？江思思神情一慌，大小姐，我没有。她惶恐摇头，一副含泪欲泣的模样。想当初我也是被她这副看似怯懦又单纯的模样骗了。我心疼她没有良好的师资教育，恳求父亲将她塞到贵族学校，我当她是妹妹一样照顾。可渐渐传出我霸凌欺辱她的传闻，原本沈祈年他们是不信的，可每当江思思一哭，不管是因为什么，被指责的永远会是我。思至此，我拿出原本给自己订婚的100万手镯。好了，谢谢你的祝福，也祝福你得偿所愿。这手镯就当我还了沈启年当年的救命之恩，从此2不相欠。我刚接过江思思的礼盒，房门被狠狠踹开。顾雪玲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思思妈妈留给她的遗物你也要抢？我一脸茫然。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话还没说完，江思思却突然朝我坐下，哭得梨花带雨。不是大小姐抢走的，是我主动送给大小姐的。她还送了翡翠手镯给我，我真的不委屈。江思思拽着沈祈年的裤腿，疯狂摇头。祈年哥，你别为了我惹大小姐生气，真的是我自愿的。江思思怕我生气，还砰砰磕了几下响头。大小姐，求你别怪祈年哥，他就是担心我太着急了，你别怪罪他。他卑微至极的模样，让3个人都红了眼。3人纷纷想起自己寄人篱下的处境，程轩鄙夷甚至憎恨地瞪着我。发卡的价值不高，意义却远比这破手镯昂贵。大小姐没资格逼着思思强送吧？不等我有反应，我惊讶地看着程轩。当初母亲留给我的遗物被偷时，他却让我不要咄咄逼人，找出小偷。陆潇拿起翡翠手镯狠狠摔在地上。
这种脏钱买的破桌子也配换思思的遗物？手镯碎裂，飞起来的碎渣划破我的手，殷红的血顺着手指滴落。以往一点擦伤，沈群年都会很担心我，可现他心疼的扶起江思思，眼神如刀般看着我。顾雪玲，把发卡还给思思。三个人怒视着我，明明我什么都没做，却好像我做了十恶不赦的事，令我觉得可笑又可悲。我有一屋子的奢侈品，会跟他抢一个破发卡，而且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他母亲的遗物。如果我知道……沈其年立刻打断我：够了！这种高高在上的施舍戏码在我们三个身上还没演够吗？所以你们一直觉得我是在施舍你们？程轩冷哼：难道不是吗？顾大小姐一如既往的霸道，只顾自己开心，不管他人死活。我闭上眼，脑中不断闪过小时候的画面。我虽然任性，但从没看不起或者施舍他们。我一直当他们是我最亲的家人，他们居然是这样看我的。我强忍着怒意，把发卡递给江思思，眼神冷冷看向沈其年：带着这个破烂和你的人离开我的卧室。江思思哭唧唧地伸手来接，结果手一抖，水晶发卡摔到地上，瞬间碎得四分五裂。江思思红着眼眶，声音哽咽得不像话：大小姐宁愿毁了也不愿意还给我，何必做戏呢？三人见状更怒了。沈其年心疼，将江思思揽入怀中：既然你这么狠心，不给思思留一点念想，那就别怪我对你无情，给思思坐下道歉。我难以置信地看着沈其年，明明是他没拿稳。沈其年眼神冰冷：要不是你恶意逼他怎么会手抖拿不稳？如果你不坐下道歉，就别怪我不娶你。沈其年以此为筹码，逼我向江思思低头，可他不知道我选的根本不是他。我眼神渐渐冰冷：你大可以悔婚，刚好也成全了你们这对有情人。沈其年一怔，很快恢复不耐烦神情：顾雪玲，你应该知道，没有我，你撑不起顾家。你爸的那些懂事，谁会听一个女人的话？不要跟我玩欲擒故纵的把戏，你玩不起。不等我反应，他们二人拽着我：放开我！你们怎么敢！我疯狂挣扎，可无济于事。模糊的视线里，我看到江思思在沈其年怀里露出得意的笑。沈其年鄙夷地看着我，眼神没有一丝温度。程轩慢条斯理地擦拭着手，仿佛刚才碰我脏了他的手。江思思缩在沈其年怀里：其年哥，离开这里好不好？我好怕。沈其年心疼地擦拭他的眼泪：不怕有我在，他以后不敢再欺负你。这句话是警告我听的，我想反驳，却看见沈其年脱下外套披在江思思身上。也就此刻，我看到他短袖下那强有力的胳膊上光洁无瑕。当初救我的小孩明明被玻璃划了一道深可见骨伤口，为什么沈其年没有伤疤？原来是他根本没伤。你胳膊……沈其年冷冷打断我：下次再惹思思哭，就不是下作这么简单了。他们走后，喧闹的卧室一下变得寂静。我胡乱抹了把眼泪，立马给助理打去电话。虽然年代已久，但一定会查到我小时候被拐带的蛛丝马迹。当时父亲忙于在顾氏站稳脚跟，疏于对我的照顾，导致我被人贩子拐带。我记得那人贩子拐了3、4个小孩。面包车在路边暂停的时候，我疯狂对外面嘶喊，一个小身影拿安全锤砸破玻璃。我没看清他的长相，只记得他为了抱我被划破了胳膊，殷红的血让我视线一阵眩晕。等我醒来后，眼前就是沈其年的小脸，所以我才一度认为他才是救命恩人。可那伤口就算是医美也不可能医好到光洁无瑕的程度。与此同时，京市贺宅，贺斐摩挲着胳膊上凸起的伤疤，眼神幽深地看着桌子上的资料。终于找到你了。助理告诉我，当年确实是沈启年所在的孤儿院救了我，但当年去林中玩耍的不只有沈启年，还有一个小男孩，但是具体情况还在跟孤儿院核查，所以当初救我的不一定是沈启年。想到最近的羞辱，我攥着手机的手骨节泛白。就算他救过我，这些年顾家给他的好处也早够还清，更何况他还不一定是那个小孩。我通知助理，生日宴和订婚宴我要一起举行，他们不是笃定我会选他们吗？那就在他们最得意的时候，让他们亲眼看着自己摔得有多惨。父亲虽然在国外洽谈生意赶不回来，但生日礼物已经给我准备好，是从我出生起，父亲就开始建造的浩瀚星海地下海洋馆，赶在我婚前的盛大礼物。今天是海洋馆的验收日，
我刚订好生日宴的场地，就接到海洋馆负责经理的电话，他说海洋馆已经提前剪彩了。我本人还没到场，是谁剪彩的？经理支支吾吾的，让我最好来现场看一下，能替我剪彩，甚至提前开放海洋馆，只能是一个人。沈其年，父亲让他负责收尾工程，没他的首肯，谁也进不去未开放的海洋馆。果然，当我赶到海洋馆，波光粼粼的星空看台上，江思思被沈其年拥入怀中，陆潇和程轩在旁边为他们放礼花。沈其年满眼爱意，思思，这是我为你准备的惊喜，你喜欢吗？江思思感动得热泪盈眶，我怒气冲冲地打断他们。这浩瀚星期是父亲为我建造的，怎么就变成你给江思思的惊喜了？沈其年眼底闪过心虚，紧接着是恼羞成怒，训斥：思思一直生活在农村，忙于生计，根本没好好看过星空。我只是满足她的心愿，你无理取闹什么？江思思立马红了眼眶。七年哥不要为了我断送了一生幸福，海洋馆是大小姐的，都怪我没见过世面，大不了我再给顾小姐磕头求罪，我给她当牛做马，我做什么都可以，求大小姐别怪七年哥。江思思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眼看着又要朝我下作。程轩烦躁，把礼花筒甩我身上。陆潇眼神冰冷，说了不要再欺负思思。沈其年冷哼，既然顾大小姐不知悔改，那就请顾千金给顾叔叔说，把浩瀚星海无条件记在思思名下，算是你给思思的赔罪。否则你的生日宴上我会当众悔婚，顾氏的脸面要不要全在？看着沈其年得意且施舍的表情，仿佛我才是被收养来的。我怒视着沈其年，声音沙哑：你凭什么认定我会嫁你？沈其年诧异皱眉，陆潇和程轩面面相觑，生怕我说要嫁给他们。陆潇鄙夷地瞪着我，也就齐年心软，你不嫁齐年，难不成指望我和阿轩娶你？沈其年面露疲惫，仿佛被我折磨了很久。陆潇热爱美术，要出国进修，程轩向往自由，你害了我一个还不够，还想对他们下手？陆潇嗤笑，大小姐演够了吗？我可是撞见你偷量了齐年的指围，现在装什么欲擒故纵？沈其年眉心一松，但语气很不耐烦。只要你答应我的要求，满脸带着施舍般的疏离，我会如你所愿娶你。陆潇嘲讽，顾大小姐当齐年舔狗也不是一两天了，现在说不嫁，不就是因为嫉妒思思吗？程轩冷漠，这些年我们哄你的够多了，思思只要这么一点心愿，你都接受不了吗？缩在沈其年怀里的江思思哽咽开口，求大小姐不要为难齐年哥，他们三个都是你们顾家收养的，本就低人一等，求你不要跟顾伯伯告状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，我绝不会出现在你们订婚现场。沈其年心疼地抱紧江思思，怒视着我，嘴上说不嫁给我，有本事生日宴别选我，以退为进刁难思思算什么本事？你不就是想借机告状把思思逼走？看着三个人趾高气昂的样子，我冷笑，好啊，如你们所愿。我拨通助理电话，沈其年挑眉，一副早该如此的表情。他轻声哄着哭成泪人的江思思，别怕，浩瀚星血马上就是你的了。在他们三人胜券在握的注视下，我语气轻缓又坚定，我的生日宴没我的允许，三位养子不准踏入半步。我挂了电话，冷冷地看着沈其年，满意了吗？浩瀚星后我绝不会给他，我的生日宴你们三位也不用去。江思思愣了一瞬，假意挣脱沈其年的怀抱，是我错了，大小姐是我错了，求你不要迁怒齐年哥，我跳神向你赔罪坑好不好？求你。话是这么说，但身体没离开沈其年怀里半好。沈其年紧拥着江思思，思思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顾雪玲刁蛮任性，这种恶毒手段只是想逼我就范而已。陆潇生气地踢了一脚空气，顾雪玲给你机会你不要，到时候别求着齐年娶你。沈其年脸色铁青，看我的眼神冷如刀，希望你不要后悔今天的决定，等你再求我，就不是这个代价。三个人护着江思思离开，我强忍的眼泪再也忍不住。既然他们认定我刁蛮恶毒，那我就恶毒给他们看。他们得意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。生日宴当天，我一身盛装出席，与此同时，安检门外三位童养夫高调出席。他们穿着高奢，在顾家养尊处优这些年，身上也生出几分金贵的气质。宾客中有人窃窃私语：顾千金的命真好，三个优质男任她选。对啊，都是行业翘楚，能嫁给他们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。沈其年听到了周围的现赞，一副看好戏的神情凝视着我，唇动无声。我等你，求我。我挑眉看着沈其年刷卡进会，结果下一秒，冰冷的机械声响起，让宴会安静下来。沈其年脸色一僵，
不悦的又刷了一遍，结果还是一样。陆潇和程轩的反应也是如此。沈七年脸色铁青地瞪着门童，你不知道我的身份。门童吓得连连看向我，只有拿到邀请函的才可以进入，否则。陆潇不耐烦地揪起门童衣领，我们可是顾家未来的继承人，得罪我们的下场你担不起，快点开门。门童声音发颤，没有顾小姐的指令，三位不得入场。一听这话，全场哗然，诧异的目光与嘲讽的异样眼神纷纷投向我。与沈七年交好的公司董事冷不丁开口：小姐，今天又是谁惹你不高兴了？反正都要从他们3人里选丈夫，差不多就行了。对啊，说是生日宴，其实就是订婚宴吧？把未婚夫关在门外算什么意思？不就是仗着自己是顾家千金，想拿乔下他们的面子吧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这么刁蛮？沈七年见众人都向着自己说话，脸上得意极了。要是再不放我们进来，那今天就别想订婚了。陆潇在一旁冷嗤：股东大会上再求其年，会不会太晚了？你一个女人可扛不起整个故事。宾客们此起彼伏地附和着。身为女人，迟早要嫁出去。要是知根知底的3个童养夫不要她还能嫁谁？对呀，顾董可说了，继承人就在他们3人之中。是啊，顾小姐快点做决定啊，至少先把未婚夫放进来吧。甚至有人开始隔门恭喜沈七年。小沈总真是年少有为，我看这继承人非你莫属。顾小姐这些年倒吹你，我们都是看在眼里。恭喜小沈总，顾氏掌权人的位置十有8九就是你呀！沈七年被恭维得飘飘然，挑衅地看着我。谢谢大家，但是顾小姐还没确定选谁，所以……众人闻言了然，纷纷催促我快点做出选择。谁说我没选择？我优雅地朝门口走去。沈七年见我过来，神情不屑又得意，他凑近用只有2人能听见的声音警告：顾雪玲，我说过了，等你再求我娶你，就不是浩瀚星河的代价了。我要你拿顾氏10%的股份给思思。我淡淡瞥了他一眼，在他胜券在握的得意神情中，我缓缓指向3人身后，我的手指直指向宴会厅大门外。所有人的目光顺着我的指尖看去，一个身着高定西装男人正在一对黑衣保镖的簇拥下稳步走来，是金圈太子爷贺斐的特助严苛。他手上捧着一个黑丝绒托盘，里面是一套流光溢彩的钻石首饰，主钻足有鸽血红般大小，在灯光下折射出令人窒息的璀璨。全场寂静。顾小姐，这是贺先生为您准备的生辰贺礼，顶级粉钻永恒之心，全球仅此一套。贺先生让我转告您，他稍后就到。我的心脏猛烈跳动起来，原来父亲口中的惊喜不仅仅是浩瀚星海，还有贺斐亲自到场的安排。哪个贺先生？只有京圈太子爷姓贺，难道你什么时候认识了贺斐？沈先生，请注意您的措辞。顾小姐是贺先生的未婚妻，这一点贺顾2家已经达成共识。未婚妻这3个字像炸雷一样在宴会厅炸开。顾雪玲，你欲擒故纵的把戏演够了没有？随便找个人来就说是太子爷的特助，你以为我们会信？太子爷深居简出，从不公开露面，他的特助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？顾雪玲给你多少钱，我给你双倍，叫我升太子爷听听。说完，他冷嘲看向我。顾雪玲，你既然说是订婚宴，那么你的未婚夫呢？周围的宾客也纷纷交头接耳。就是哪有订婚宴新郎本人不在场的？这不是纯胡闹腾吗？该不会是顾强摇悔兮，情急之下找了个演员来撑场面吧？这可丢大人了。沈七年听到这些议论，眼中的惊愕顿时消散，他脸上重新挂起胜券在握的表情。他走到我面前，压低声音，语气里带着施舍般的无奈：雪玲，别闹了，我知道你伤心，但找人来演戏这种事，传出去丢的是顾家的脸。我没有心思陪你演戏，只要你愿意向思思道歉，把今天这场闹剧收场，我还是会娶你。话，宾客中炸开了锅。真是演戏啊！可不是嘛，小沈总常年跟在顾董身边，怎么可能认不出贺斐的特助？这明显是个演员啊！顾千金的手段还真是上不得台面，为了挽回沈群年，居然做这种事。严苛无语，看着众人对他质疑，我眼神示意他，我来解决。我脸色渐冷地看向众人。贺斐的特助网上一查就能看到，污蔑别人是演员，你们是有多大的胆量得罪京少？沈七年却失笑摇头，眼中满是笃定。雪玲，大家都不是傻子，只不过是为了保住你的面子，你非要把事情闹大，让自己难看到不可收场的地步吗？程轩冷冷附和。对于顾千锦来说，找一个跟贺斐特助相似的人并不难，但是事情闹大了，京圈那边的势力不是顾家能承受得起的。
众人不耐烦的声音此起彼伏。对啊，京圈可是上流中的上流，顾小姐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。我正要反驳，就在这时，一道撕心裂肺的哭声从宴会厅外传来。江思思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，她衣衫凌乱，裙摆破了好几道口子，头发披散着，脸上还有几道红痕，模样好不狼狈。尤其是那破烂的衣衫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江思思刚经历了什么折磨。救命！救命！江思思跌倒在地，泪流满面地抬头看向我，浑身瑟瑟发抖。大小姐，求你放过我吧，我答应你绝不会出现在你的订婚宴，可你为什么还要找人绑架我？她哭的声音都哑了。全场死寂，我站在原地，冷冷看着江思思。她从进来，目标就直直奔向沈其年，依旧是那副脆弱可怜，仿佛受惊小鹿般红着眼眶望向沈其年。大小姐，我知道我不该逃出来，但求求你了，我再也不会出现在祈年阁面前，再也不会。我轻笑。绑架？江思思，绑架你的人长什么样？你凭什么一口咬定是我绑架你？为什么不报警，反而出现在这儿？江思思的哭声一滞，下一秒她哭得更惨了，浑身剧烈颤抖。是我错了，我不该逃出来，我念在曾经的恩情，不愿意报警毁了你的名声，求求大小姐别再刺激我。江思思紧紧抓着沈其年的裤腿，哭成了泪人。祈年哥，大小姐只是太爱你了，她见不得我在你身边，我以后走得远远的，再也不出现你们面前。你别和大小姐闹了好不好？我看着她演戏，声音平静。你大闹我生日宴，难道就不是毁了我名声？与其这样，不如报警解决。我刚拿出手机，就被陆潇一把打掉。与此同时，陆潇像暴怒的野兽一样，一巴掌狠狠扇在我脸上。顾雪玲，又是同样的戏吗？再找一个人扮演警察来配合你演戏吗？几乎一瞬间，我耳中回荡着尖锐的嗡鸣，我被扇得踉跄后退，撞翻了身后的香槟塔。哗啦，酒杯碎裂，香槟倾洒了我一身，我狼狈至极。沈其年却心疼地扶起江思思，看我的眼神更是毫不掩饰的厌恶。思思身上的伤大家都看到了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非要把顾氏名声闹得跟你一样烂吗？我的左耳像破漏的鼓，所有的声音都变得模糊不清，但沈其年的话如刀子狠狠刻在我心头。隐约中，我感觉到耳朵流出一股温热的液体，我伸手一摸，指尖沾满了殷红的血。严苛脸色一变，立刻挡在我身前。陆潇一把揪起严苛的领子，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，好好当你的哑技演员，滚开！严苛后退半步，就在陆潇以为他退缩的时候，严苛反手将陆潇狠狠过肩摔在地上，而后高冷地捋了捋袖口。顾小姐是我家焦少爷未婚妻，对她不敬就是跟贺氏作对。陆潇气急败坏，你真是够了！沈其年厉声呵斥，冷冷地看着我，目光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温度。顾雪玲，你不择此手段的戏码还没演够是吧？既然你这么不在乎顾氏的名声，还要污蔑京圈贺家，那我帮你。他脱下西装外套，温柔地披在瑟瑟发抖的江思思身上，将她护进怀里，然后他转过身，面向全场宾客，声音洪亮而决绝：各位都听好了，我沈真年绝不会娶顾雪玲这种恶毒的女人。她不是自诩未婚夫是贺家吗？那就等贺家的律师函吧。程轩站在一旁，神色冷漠地补上了最后一刀：我会把今天的生日宴全部发到网上，包括你欺凌思思的一切。沈其年冷哼，语气满是威胁：如果今晚股东大会前你不答应我说的，我不介意亲眼看你入狱。这是你欠思思的。三人拥着江思思扬长而去，宴会厅里炸成了一锅粥。我的天，原来那些传闻都是真的，顾千金真的霸凌了那个江思思啊！难怪三个童养夫都选江思思，这种恶毒的千金小姐，谁敢要啊？顾家大小姐连3个养子都搞不定，真是废物！嗡嗡的议论声钻进我尚能听清的右耳，血顺着我的脖颈往下淌，滴在洁白的礼服上，晕开一片触目惊心的红。严苛急切的声音传来：顾小姐，您的耳朵，我马上联系医院。我按住他的手，摇了摇头，眼前阵阵发黑，但我还是强撑着站了起来。顾家的几位长辈沉着脸走过来，二叔公拄着拐杖重重一顿：雪莲，你太让我们失望了。3个童养夫是你父亲精心为你挑选的，你却把他们逼走，还闹出绑架这种丑闻。三叔也面色铁青：好端端的攀扯京圈贺家做什么？谁人不知道那太子爷最讨厌攀附的花花新闻？要是他打压顾家，你担得起责任吗？二叔公语重心长：
就算你父亲跟贺家真的有交集，但太子爷一个残废，就算他权势滔天，也不能当顾家的掌权者。你必须在3个养走里选一个。四姨婆接话：没错，你二叔公和三叔已经给沈群年他们发了消息，让他们回来哄你。只要你肯低头，这事儿还有转圜的余地。我缓缓抬起头，看着这些所谓的亲人，他们一个个都暗中拉拢过沈其年3人，想把顾家的产业握在自己手里。现在来装什么长辈慈爱？不用了。我的声音沙哑，但很平静。我的联姻对象是京圈太子爷贺斐，这件事不是商量，而是通知。我转向严苛，麻烦你帮我处理一下。顾小姐放心，贺先生已经安排了医疗团队在外面等候。严苛的眼中闪过一丝不忍。您先跟我来吧。我点了点头，刚迈出步子，二叔公就在身后怒喝：顾雪玲，你今天要是敢走出这个门，就别怪我们不认你这个顾家继承人。我没有回头，严苛带我去了医疗室，左耳膜破裂，中度出血，要是再重一点儿，左耳就彻底失聪了。我坐在医疗室的床上，看着镜子里自己半张脸肿得老高，左耳包着厚厚的纱布，只觉得身心俱疲。手机一直在震动，是沈其年他们发来的消息。我点开一看，是几张截图，二叔公他们连发数条消息，低三下四地求他们回来。其年啊，雪玲不懂事，你们别跟他一般见识，回来吧，顾家的家产少不了你们的。就算他真的攀附太子爷，但太子爷就是个废人啊，他迟早会回头求你们的。顾雪玲，你还有最后半天时间，浩瀚星海无条件赠送给思思，作为他今天受窘的补偿。还有顾氏10%的股份记在思思名下。今晚股东大会前，拿着这些来给思思下作道歉，这是我给你的最后机会。否则，顾家千金霸凌以及污蔑贺家的新闻，我会亲自送上热搜。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沈其年的胜券在握。做到我说的，我会答应娶你。顾家的命脉在我手中，你可要想清楚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些文字，只觉得可笑至极。严苛，帮我公布订婚消息吧。严苛微微一愣，眼中露出欣喜。之前贺少就有意近日公布，但你执意要……没事，现在公布吧。在他们自以为飞到更高的时候，狠狠摔下来，这样的滋味才足够打烂他们的脸。此时，网上已经被程轩操控的掀起轩然大波。京豪门顾家千金逼走3位童养夫，只为攀附京圈太子爷。众网友议论纷纷。顾家给太子爷提鞋都不够吧？顾千金真敢想啊！亲爹专门培养了3个童养狐，一个都没搞定，是他人有问题吧？什么垃圾都能跟太子爷挂钩了？天凉了，顾氏该倒了。就在舆论攻击顾氏股票一路下跌时，京圈贺家发布讯息了。贺家愿拿出京圈所有资源当聘礼，求娶顾氏千金。消息公布后，全网炸锅。与此同时，那3人也看到消息，陆骁难以置信，托人打听真实度。程轩更是侵入各个官网查看 IP 地址，结果得到的答案都一样。顾雪玲的未婚夫是京圈太子爷贺斐。沈其年满脸错愕，原本哄慰江思思的热水杯重重放桌子上。不可能，贺斐就算权势滔天，但他一个截瘫的残废，根本没办法人道。顾雪玲怎么可能选他？江思思眼中闪过一丝得逞，缩在沈其年怀里，哭哭啼啼。其年哥，是不是我破坏了大小姐的生日宴，所以他才会这样报复你们？都是我的错。他边说边掉眼泪，他们3人顿时心软了。沈其年安慰他：不是你的错，他这是欲擒故纵，想用太子爷来刺激我们。他当了这么多年舔狗，怎么可能选一个残废当丈夫？陆骁也附和：顾雪玲爱其年爱得要死，他一定是在等我们去求他回来。我们就看能撑几天。程轩没有说话，他看着手机里那条婚约确认的官方公告，眼底晦暗不明。其年虽这么安慰着江思思，但胸腔莫名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烦躁，他总觉得不安，就像是永远失去了什么一样。沈其年犹豫了很久，主动给我发了消息：雪玲，适可而止。只要你现在思思道歉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我的承诺依然有效，我会娶你。系统提示：消息已发出，但被对方拒收了。他被我删了。沈启年愣愣地看着那个红色感叹号，难以置信，他居然删了他。那个从小到大围着他转，非他不嫁的顾雪玲，居然删了他。欲擒故纵的好戏越玩越过火了。陆骁烦躁地在房间里踱步，他这是在逼我们先低头。江思思看着3个人惴惴不安的样子，眼中闪过浓郁的嫉妒，但江思思还是柔柔地开口：不然哥哥们回去看看吧，我陪你们一起，只要让大小姐原谅你们，
我委屈点没什么的。沈七年罕见的没安慰他，陆潇更是没听他说话，反而像是突然想到什么，眼睛一亮。像贺飞这种顶级圈子的人，是不是也喜欢玩一些扮演之类的？或许只是跟雪玲玩的一出戏嘛。沈七年一方面觉得陆潇说的有可能，一方面又觉得程轩沉默了一会儿。去看看吧，去他生日宴现场，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。沈七年看了眼江思思，思思，你一个人可以吗？我们得回去。江思思心底不甘，但故作坚强。我陪你们好不好？我怕大小姐给顾伯伯说了些什么，万把你们的生活费断了怎么办？我不想连累你们。如果我去的话，顾伯伯或许肯听我说一说，好吗？三人原本不安定的心，在听到这番话，脸色齐齐难看几分。他们最讨厌的就是被人提醒寄人篱下的事实，但眼下又是最重要的时刻。顾雪玲撑不起顾家那么大产业，也不可能找个残废，充其量又是演戏。沈七年安抚地摸了摸江思思脑袋。既然你不放心我们，就跟我们一起过去看看吧。江思思表面乖巧，但看着沈七年迫不及待的焦躁模样，他心底妒火中烧。这一次，他一定不要顾雪玲如愿。宴会厅，严苛为我重新拿了一套礼服，甚至还请了化妆团队为我梳妆。他恭敬地站在我身侧。顾小姐，这是贺少专门为你定制的订婚礼服，他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我疲惫地点了点头，任由化妆团队为我整理。换上礼服那一刹，我有些惊讶，这衣服竟出奇的合身，抹胸收腰都正好是我觉得舒适的比例。可他从未见过我，怎么会知道我的身材数据？严苛轻声唤了下发愣的我。顾小姐，贺少到。我看了眼镜子里嘴角淤青已经被遮盖，妆容精致的自己，我深深吸了口气。走吧。我推开化妆间门的瞬间，全场灯光暗了下来，一束追光打在宴会厅正门，两扇厚重的雕花大门缓缓打开。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抬眸静静地看着我，他穿着剪裁合体的高定西装，即便坐在轮椅上，周身的气度也凛然不可侵犯。金圈太子爷贺斐顿时还在宴会厅诋毁，我的声音戛然而止，众人都倒吸一口凉气。贺斐，他真的来了！我调整好情绪，无视周围异样的目光，但莫名的，我觉得贺斐看我的眼神温柔又热切，好似在他眼中对我很熟悉。眸光一瞥，我看到原本该在海外谈生意的父亲在他身侧，父亲眼眶微红地看着我，欣慰地点了点头，这证明他认可贺斐了。我想到刚才种种的委屈，鼻尖微微发酸。贺斐在助理的推动下，缓缓来到我面前，掌心传来他的温热，低头一看，贺斐将一枚钻戒套在我的无名指上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我正要开口，一旁传来急促的声音：贺先生，这是误会。沈七年没想到赶来会看到这个画面，尤其是看到别人将戒指戴在我手上，他心里那强烈不愿的情绪几乎要将他吞噬。他不知道自己怎么走过去的，等他反应过来时，他已经开了口。陆潇用胳膊轻轻倒了下他。一定是雪玲对您说了什么让您误会的话，您不要当真，她只是跟我闹别扭了，平时任性惯了。贺斐抬起眼睛看他，那双眼睛平静而深邃，像是一汪寒潭，让沈其年不自觉闭了嘴。你们三个还有脸回来？我把雪玲交给你们，你们就是这样对她的？顾叔叔，不是我们。闭嘴！父亲根本不想听，江思思怯生生地站了出来，泪眼婆娑地看向父亲和贺斐。顾伯伯，你别怪他们，都是我惹了大小姐不开心，是我不好，不该从大小姐安排绑我的人那里逃出来，毁了她的生日宴。我知道你们疼她，但是……江思思抽抽噎噎地擦着眼泪，有意无意地看向贺斐，但我还是看到他眼底闪过的惊艳和可惜。大小姐怎么伤害我都好，但是不能让她再这样肆无忌惮地伤害别人了。更何况贺少爷。贺斐不悦地皱了皱眉，看都不看江思思一眼。你真的很吵。江思思一怔，像是不可思议有人不会折服她的白莲哭。贺斐他低头看了看我包着纱布的左耳，眼神倏地冷了下来。是谁打的？声音不重，却像淬了冰，没有人敢说话。贺斐的目光缓缓扫过三人，最后定在陆潇脸上。陆潇，是……这不是疑问句。严苛，报警，故意伤害罪，现在拘留。严苛立刻拨通了电话。程轩抓住想要争论的陆潇，面容淡定，但声音略显急促。贺先生，当时因为一些特殊原因，所以陆潇只是情绪失控。贺斐淡淡凝视着他。什么特殊原因能让他激动到对我未婚妻动手？沈青年急了。贺先生，这是误会，是雪玲先找人绑架思思，陆潇只是一时冲动。陆潇忍不住控诉。在场都是见证啊，要不是他做的过分，我怎么会动手？贺斐微微偏头。绑架？
你说的是地上这位女士？他顿了顿，眼底掠过一丝嘲讽。我的人跟了她3天，她自导自演的好戏，要看回放吗？江思思的脸瞬间惨白，沈其年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听见贺斐淡淡道：“把证据交给警方，连同这位女士一起。”沈其年死死攥紧拳头，他盯着我，眼睛里带着不甘和愤恨。顾雪玲，做人不要太过分，当年要不是我救了你，够了。贺斐打断他，他掀起眼皮，不紧不慢地从手腕上取下一条红绳手串，那上面串着几颗打磨光滑的小小菩提，中间缀着一枚银质平安扣。你说，当年是你救了顾雪玲？贺斐把玩着手串，似笑非笑。那这串东西，沈先生应该不陌生吧？沈其年的瞳孔骤然收缩，我猛地转过头，死死盯住那条手串，那枚平安扣的纹样，那些菩提的成色，那根红绳的编织手法，和我脖子上挂了20年的那条一模一样。拿锤子砸破车窗，玻璃划破手臂，伤疤深可见骨。贺斐慢条斯理地卷起袖口，手腕以上，小臂外侧，一道狰狞的旧疤赫然在目。沈先生，你说你救了他，那你的伤疤呢？全场哗然，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在贺斐小臂上那道狰狞的疤痕上。那疤痕从手腕外侧一直延伸到肘弯，凸起的肉疤盘踞在皮肤上，即便过了20年，依然触目惊心。与之相比，沈其年手臂上那条淡粉色的细痕，简直像是被指甲划过的印记。贺斐的声音不紧不慢：“沈先生，你说当年是你救了雪玲，那你的伤疤呢？敢不敢让大家看清楚？”沈其年的脸一阵青一阵白，他下意识往后缩了半步，右手不自在地抚上自己的左臂，那里常年穿着长袖，此刻更是被衬衫遮得严严实实。我的伤疤做了修复手术。我冷笑，当年我要为沈其年找顶级修复专家，他根本不愿意。看着他眼底的心虚，我已经了然。贺斐安抚地捏了捏我手指，挑起眉梢：“玻璃划伤深及骨膜，伤疤凹凸不平，就算是最好的医美也做不到完全无痕。沈先生是找了哪位神医？”贺斐偏头看向严科：“把当年的监控录像调出来。”严科走向总控台，宴会厅的巨型 LED 屏亮了起来，那是一段20年前的黑白监控录像，画质已经模糊泛黄，但画面内容依然清晰可辨。偏僻的土路上，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路边，一个小男孩从树林里冲出来，手里举着安全锤，狠狠砸向车窗，哗啦，玻璃碎片横飞。男孩的左小臂被划出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，鲜血喷涌如注。他咬牙把一个小女孩从车窗里拽出来，抱着她踉踉跄跄地往树林里跑。他低头对小女孩说了什么，然后扯下脖子上的红绳手串塞进她手心，跑。视频定格在小男孩转头的瞬间，虽然五官模糊，但那眉眼的轮廓，那紧绷的下颌线和沈其年完全不像，因为所有人都见过沈其年小时候的模样，这根本不是他。真相揭开，沈其年嘴唇哆嗦着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你冒名顶替了20年。贺斐的声音冷下来，用顾家给你的锦衣玉壤，反过来践踏救命恩人的女儿沈其年，你欠顾雪玲的，今天该还了。我站在原地，浑身止不住的发抖，不是愤怒，不是心痛，是委屈，是20年来所有被否定的委屈。沈其年，我的声音很轻，却像刀子一样锋利。你每次拿救命之恩来压我说寄人篱下的痛苦时，你心里有没有一秒心虚过？沈其年猛地转头看我，他的眼眶红了，嘴唇翕动着想说什么，但最终什么也说不出来。当年医院把雪玲送到我所在的孤儿院，他嘶哑着声音开口：“我确实不是救她的那个人，但当时她已经昏迷，醒来后第一眼看到的是我，所有人都以为是我救的，我只是没有否认。”贺斐淡淡的接上，然后心安理得地接受了顾家20年的报答。沈其年无言以对，一直沉默的陆潇突然开口，声音干涩的像砂纸：“如果沈其年不是救命恩人，那顾叔叔当初为什么要收养我们？”我的父亲走上前，面色铁青：“当时雪玲受了重伤，找不到那个救她的孩子，沈其年所在的孤儿院收养了雪玲。院长说沈其年是唯一在现场的孩子。我想着，既然都是孤儿，而且对雪玲有救命之恩，才收养了你们。”他看向沈其年三人，眼中满是失望：“我当你们是儿子养，你们当雪玲是什么？”我忍下心底委屈：“当什么？当血包？当仇富的工具？当舔狗？”他们三人面露羞愧，沈其年如捏着嘴唇：“雪玲，我摇头打断：“迟来的道歉我不需要，我不是为你难受，我是为曾经的自己不值。”其余两人都脸色难看，但眼下最重要的不是沈其年，而是陆潇。陆潇看到快步走来的警察，面色苍白，
他下意识看向江思思，有些期待又有些害怕。思思，贺少说的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是顾雪玲绑架你，是他。江思思不甘地看了眼贺斐，慌乱地摇着头。陆萧哥，你要信我，我怎么可能伤害自己？既然不承认，那就看监控吧。贺斐在得到警察的许可下，公布了江思思这3天的监控，什么小黑屋，什么绑架，甚至毁了清白，不过是江思思在我生日宴外自导自演的一场戏。所有人都沉默了，江思思脸上肉眼可见的惨白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江思思，我自问从没对不起你，可你为什么处处针对我？我不理解，以前那么乖巧的女孩为什么变成这样面无全非？可江思思根本没理我，反而死死抓着沈七年的袖子。七年哥，我只是太害怕了，我太怕失去你。大小姐什么都有了，可我只有你们了。江思思在警察的压制下，不甘地瞪着贺斐。如果不是这个男人突然出现，一切都会按他的计划发展下去。他狠狠攥紧拳头，挣扎着回头看沈七年，眼里带着最后一丝期待。七年哥，你相信我是他们陷害我？陆潇难以置信地看向自己的手，他到底都做了什么？沈七年恍惚地看着定格的监控画面，又看着即将被带走的陆潇和江思思。雪玲，思思只是太怕失去我。我冷冷睨着他，没必要。从江思思进入顾家开始，你们有几次信过我？能自导自演一次就有第2次。程轩一言不发地坐在角落，他的手指飞速敲击键盘，屏幕上密密麻麻全是顾家近3年的监控数据。他在逐帧比对，从3年前江思思摔断手臂，到上个月他哭诉被关在地下室一整天，一张一张，一行一行，全部重新检视。他要亲自验证，到底有多少真相是他亲手酿成的冤案。沈七年难以置信地看着江思思，陆潇脸色彻底崩碎，如同行尸走肉，被警察带走。江思思还想争辩，但警察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。沈七年满脸愧疚地走到我面前，严苛挡住沈启年。您的耳朵需要去医院做全面检查。我正要开口，贺斐握住我的手，他的语气很淡，但手心很暖。我陪你去。我看向父亲，父亲红着眼眶点头。去吧，这里我来处理。沈七年痴痴地望着我，眼中是掩不住的悔意。医疗车就停在宴会厅外，贺斐的轮椅被推上车，我坐在他对面，车厢里有淡淡的消毒水味道。疼吗？不疼了。我不是问耳朵。我抬起头看他，他目光落在我脸上尽量遮盖的淤青上，手指虚虚点了下我的心口。我问的是这里。我的眼泪毫无预兆地涌出来。从今天被扇耳光到现在，我一直撑着没有哭，被所有人骂废物的时候没哭，被沈七年当众悔婚的时候没哭，被长辈们逼着低头的时候也没哭。但这个男人问了我3个字，堤坝轰然崩塌。贺斐没有慌张，只是抽了张纸巾递过来。在我这里，你不用强撑。一股莫名的暖流涌入心底，我静静地看着他眼睛。那你为什么不早出现？我以为你过得很好，顾家千金，3个青年才俊任选，父亲宠爱，众人仰慕，我以为早就没有什么事了。他的声音很平，但我听出了一种明明很近却隔了20年的遥远。直到我看到调查资料里他们是怎么对你的，所以我来了。车子在医院门口停下，贺斐没有松开我的手。以后不会让你再受伤了，谁都不行。第2天一早，陆潇被拘留的消息传遍了整个京圈。沈七年和程轩在派出所外站了一整夜，用2人仅剩的存款交了保释金，才把陆潇捞出来。3人回到顾家给他们配的别墅时，门锁已经换了，行李箱整齐地码在门口4个箱子，每个都贴了标签，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。3位，顾董的吩咐，别墅今天起收回，配车收回，银行卡冻结。这3只箱子是3位先生的私人物品，请清点一下。管家伯伯，顾叔叔真的这么绝情？沈少，沈先生，顾董原话是，既然你们没本事留住雪玲的心，那也没必要留在顾氏了，请3位好自为之。大门关上，3个人站在门外，看着4个行李箱，像3只被赶出窝的困兽。绝情？是我们绝情还是他绝情？他说不要我们就不要了。20年，我给他当了20年陪衬，到头来一脚踢开。够了，先找个地方住。他们翻遍口袋和手机，3个人加起来的余额不到3万块。这些年顾家给的零花钱不少，衣食用度都是最好的，但钱从来不需要攒，自然也从来没有存下桶。陆潇不信他作为最出名的青年画家会落到如此地步。就在这时，陆潇最大的画作买家打来了电话，3人脸上一喜，就算离开顾家又怎样？他们有能力。陆潇面露得意，我就说离开顾家我们也混得下去。结果刚接通电话，喂，陆潇啊，那个
你的事我听说了，之前订的那幅画的事我就先不要了，你方便的时候把定金退一下。不等陆潇开口，对面挂了电话，陆潇呆呆地看着手机屏幕。别打了，之前所有的人脉全断了。沈其年声音沙哑，陆潇悔恨地捶自己脑袋。程轩面露痛苦，我们都有罪。江思思每次出事，我都觉得不对劲，但还是帮江思思说了话。别说了！2月那次，江思思说自己被关在地下室，监控记录显示门是她自己从外面反锁的。够了。4月那次，他说雪玲泼了他咖啡，咖啡是他自己倒的，我没说。我说够了！陆潇转过身去，肩膀发抖。沈其年蹲在地上，把脸埋进掌心。他们突然意识到，离开顾家，他们什么都不是。那些所谓的人脉、所谓的名气、所谓的行业翘楚，全部建立在顾家养子4个字的基础上。而现在，这4个字被收回去了。沈其年主动去顾氏大厦，想见我一面。前台小姐是新换的，不认识她。先生，请问您有预约吗？我是沈其年，顾雪玲的前未婚夫。前台小姐礼貌地笑了笑。抱歉，沈先生，顾总的日程已经排满了，要不您留个联系方式。沈其年攥紧拳头。我在这里等。他坐在1楼大堂等了整整1下午，来来往往的员工都认识他，但没有一个人上前打招呼。偶尔有窃窃私语传来。不是小沈总吗？怎么在楼下坐着？什么小沈总？听说已经被顾董赶出家门了啊？为什么？冒名顶替救命恩人被拆穿了，还帮着司机女儿欺负顾小姐，活该。沈其年脸上羞愧难当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出来，是父亲。沈其年猛地站起来。顾叔叔。父亲看见他，脚步顿了一下。顾叔叔，我想见雪玲一面，我不求她原谅，只想知道她耳朵的伤怎么样了。父亲沉默片刻。雪玲不想见你，以后也不必再见。顾叔叔。父亲打断他，声音没有温度。沈陈年，你们不是一直觉得寄人篱下不好受吗？那现在回到你们一无所有，应该很好受。沈其年的脸刷地白了。我只是……父亲一字一顿。你只是发现离开顾家之后连打车钱都掏不出来，你只是发现叫你小沈总的人已经把你拉黑，没有他你什么都不是。电梯门合上的瞬间，沈其年仿佛浑身被抽干，瘫坐在沙发上。他终于意识到，有些事情回不去了，有些人也是。沈其年拿出仅剩的3万块，在城郊租了一间30平的办公室，办公桌是2手的，电脑是程轩自己组装的，墙上唯一的装饰是陆潇的一幅画，那是他唯一没有被退回的作品，因为从来没人愿意买。沈其年给2人打气，我们有能力，有人脉，有经验，东山再起不难。于是他们开始跑业务。沈其年去找以前的合作方，对方要么不接电话，要么避而不见。好不容易约到一个旧时，对方只是难为情地告知他们，其年啊，当初欣赏你们也不过是看在顾家的面儿，如今你们得罪了顾家和贺家，以后还是别联系了。陆潇去联系以前的画廊和藏家，他的画曾经被捧到80万一幅，可现在画廊主人连他的电话都不接。好不容易通过朋友的朋友找到一个愿意看画的藏家，藏家看了一眼画，这是谁的？陆潇，当代青年画，没听说过。藏家把画框往旁边一推，看着还行，500，卖不卖？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把那幅画收回来的，只记得对方说离开顾家，谁认识你？程轩试图靠技术入股，他精通网络安全和系统架构，履历上写着多个国际大赛获奖记录。但面试官看完简历，问了一句：这些大赛都是顾氏赞助的，是吧？如果没有顾家的资源和人脉，你自己能走到哪一步？程轩沉默良久。你的意思是，我的能力不值一提，你觉得呢？面试官合上简历，语气鄙夷。且不说你踩着顾家得到这些，贺家上个月收购了京市最大的网络安全公司，我们肯定不会跟一个被贺家封杀的人合作。程轩从面试间出来的时候，站在烈日底下发了很久的呆。那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正在用最精准的方式告诉所有人，动了他的女人就是这个下场。3个月后，沈其年几人潦草建立的公司宣告破产，办公室的租期到了，房东催着收房。沈其年核算完最后一笔账，公司运营3个月，利润为0，亏损17万。这17万里包括陆潇卖画被人骗的预付款，程轩为了拉项目垫付的差旅费，以及数不清的因为被合作伙伴放鸽子而砸进去的水漂。沈其年把账本往桌上一扔，我们连下个月的房租都付不起了。没有人说话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，是江思思。江思思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布裙，头发胡乱扎着，满脸泪痕地扑到沈其年脚边。七年哥，救救我！求你别送我回去，我给你们当牛做马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陆潇气笑了，一把扯起江思思头发，
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你不是最喜欢污蔑大小姐吗？那就在乡下好好为她赎罪。江思思一怔，凄惨地笑起来。她恨恨地看着他们三人，破罐子破摔。污蔑大小姐的罪魁祸首是你们，是你们憎恨她的出身，你们配不上，所以拼命把她拉下泥潭。我只不过是轻轻挑拨，真正的罪人是你们。沈七年忍无可忍，把他一脚踢开。闭嘴！把他送回去。早在把陆潇保释出来的时候，江思思也被他们保出来了。只不过他们把江思思送去了乡下，美其名曰为了给顾雪玲赎罪。江思思撕心裂肺的哭喊，都没能让沈七年心软一下。顾氏慈善晚宴在京市最顶级的酒店举行，贺斐推掉了贺家本家的会议，甚至将千亿资产赠与书当聘礼，高调娶我。人群中艳羡一片。顾小姐真是好命，贺先生年轻有为，顾氏和贺家联姻，今后京圈谁还敢小瞧了顾家？二叔公和三叔也挤在人群里，脸上堆着笑，再也不提女人撑不起顾氏的话了。忽然，人群中一阵窸窣，所有人都看着门口，三个穿着半旧西装的男人站在那里。沈七年瘦了很多，衬衫领子有些松垮，陆潇的眼窝深陷，曾经意气风发的画家，如今像是老了10岁。程轩站在最边上，默默地打量着地面，他们的手里捧着一个礼盒，全场哗然。沈七年率先走过来，在我面前停住，深吸一口气，单膝坐了下去。陆潇和程轩也跟着坐下，他的声音在发抖。我低头看着他们，那些趾高气昂的顾家养子，那些居高临下骂我顾大田狗的青年才俊，如今坐在我脚下。我拿起礼盒，里面是一只翡翠镯子，成色普通，远不及那只被他们摔碎的价值100万的订婚镯子。雪玲，我们3个人给你跪下了，不求你原谅，只求能回到顾家，给你当牛做马，做什么都行。这是我们给你买的生日礼物，30万的礼物。你不缺钱，我们知道，但我们只有这些了。很贵吧？对于现在的你们来说，30万，我们卖了所有能卖的东西，还借了点。我点了点头。江思思呢？你们不是最爱她吗？沈七年的脸色一变，恨意从齿缝里渗出来。她欺骗了我们，我们把她送回了乡下。她嫁给了隔壁村一个40岁的壮汉，换了30万彩礼。我挑了挑眉。所以这个镯子的钱是卖江思思换来的。3个人坐在地上，没有回答。一瞬间，我对他们最后的一丝怜悯也烟消云散。当年为了江思思逼我下作的3个人，如今亲手把她卖掉，换了一笔钱来讨我欢心。喂，您好，我要举报一起拐送嫁人案，主犯沈其年、陆潇、程轩就在我面前。我把礼盒扔在他们脚边，玉镯滚出来，叮当碎成2半。既然30万是赃款，那就让警察来查封这笔赃物吧。顾雪玲！沈七年的眼底充满难以置信。你不能这样对我们！贺斐向前一步，将手杖横在他们面前。他能？他的目光垂下来，看着这3个坐在地上的男人。当初你们在这么多人面前逼他下作的时候，问过他能不能吗？严苛站在一旁，像背书一样淡淡开口：拐送妇女强迫婚姻，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3位，监狱里好好学习。沈七年被警察架起来的那一刻，回头看我的眼神终于不是趾高气扬的，他的眼眶红了，嘴唇翕动着，说了一句无声的话，我看清了，他说的是对不起。3年后，顾氏大厦顶楼，我的办公室里摆了3个相框，一张是20年前4个小孩的合照，太小的时候，那时候还笑得出来，我把它摆在了最左边。一张是我和贺斐的婚礼照，婚礼上他拄着手杖站着，没有坐轮椅，他的手杖早就不用了，走路和正常人没有区别。所谓的截瘫，不过是对付家族内鬼的伪装。最后一张是龙凤胎的满月照，我生了一对龙凤胎，女儿像贺斐，儿子像我。生完这胎之后，贺斐主动去做了结扎，他把诊断报告放到我面前的时候，一脸平静。一个就够了，不想你再受一次罪。我靠在他肩上，看着夕阳下玩闹的2个孩子，嘴角扬起来。贺斐拥着我，下巴轻轻放在我颈窝。你知道他们在哪儿？我疑惑，谁？那3个人，老婆曾经的童养夫。我轻笑，点了点贺斐的鼻子。怎么，又吃醋了？贺斐将我紧紧圈入怀中，声音很轻。他们越狱了，3个月前的事，据说偷渡去了东南亚。我顿了一下，心里毫无波澜。这是他们选的路，对我来说早就没关系了。夕阳把整个京市染成金色，2个孩子追着泡泡在草坪上跑，笑声像银铃一样脆。贺斐问：在想什么？我握住他的手，在想眼前，眼前人才是我的幸福，无关的人死了也与我无关。他反扣住我的手指，
骨节分明的手掌干燥温热。20年前，他砸破车窗，递给我一条红绳手串；20年后，他站在我身边，牵着我的手看夕阳，兜兜转转，终于还是同一个人。东南亚某国，一座不知名的小镇，3个男人挤在一间铁皮屋里。沈其年学会了修摩托，每天趴在别人的车轮底下，弄得满身机油，换回来的钱只够3个人吃2顿泡面。陆潇在高脚屋下摆了个画摊，画游客的肖像，收费5美元一张，没人排队。程轩在网吧打工，被拖欠了3个月工资，老板跑了之后，他连回去的机票钱都凑不齐。没有人再提京市，没有人再提顾家，只是偶尔的深夜，沈其年会梦见小时候，梦见顾雪玲蹦蹦跳跳跑过来拉着他的手，说其年哥哥陪我去喂猫好不好？他每次都在梦里说好，然后醒过来，盯着铁皮屋生锈的天花板，再也睡不着。南亚的雨季漫长的让人发疯，陆潇的画被雨水泡烂了，程轩的电脑进了水，彻底开不了机。沈其年修摩托的钱被当地混混抢走了，3个人蹲在铁皮屋檐下，看着大雨把泥路浇成沼泽。今天是几号？不知道。他生日是哪天来着？没有人答话。9月17。陆潇低下头，用树枝在泥地上画了一朵花，雨水很快就把花冲散了。远处隐隐传来雷声，不是雷，是港口的船鸣。南下的渔船回来了，他们没有再说话。雨越下越大，那朵花被冲得干干净净，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。因果这东西从来不会缺席，它只是来得很慢，走得很快，快得让人来不及说一句我错了。